李腾啊，你觉得我今天的妆化的怎么样？哎呦下手会太重吗？我来仔细看一下，我觉得今天这个妆哦有点过分，过分的美啊！嘴巴这么甜，你每天都这样子跟你老婆说话的吗？哎，不一样，我老婆是问更细那种，从头是问到脚。其实男人、女人都是一样的。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玫瑰痤疮，尤其是你，一定要仔细听清楚。玫瑰痤疮不是小问题，但很多人都会忽视它。红脸蛋难道只是气色好？情况竟然会恶化，还能化妆出门吗？你想知道罪魁祸首是什么吗？中西医有各自的养肤之道，全都在这一期的医疗大小事，一起长知识。哎，King 姐，你平时还会脸红吗？我都活到这把岁数了，你觉得还会脸红吗？不可能。但是呢，我知道啊，有一些人因为天气热啦，或者是生气啦，还是害羞啊，动不动就会脸红。哎，那是不是脸红就是得了这个玫瑰痤疮啊？其实我也想知道，而且我想知道怎么样分辨哪一种脸红才是真的玫瑰痤疮。但是我们还是来请教专业的医生吧。好，马上有请皮肤科医生瑞康勋，还有阿伯、阿格、Benjamin 陈凤燕，还有曾小晴，欢迎。Alright， 欢迎3位，来。其实你看，今天我们请这2位来，他们对他们的皮肤哦很注重，是因为年轻人嘛。特别是小晴哦，我记得你今年在社交媒体有上传一段视频，是哇，看起来是吓到嘞。其实这是发生在上一年年底的时候，我因为生病，所以脸突然间肿起来，然后发现吃了药之后，好像还没有好转的迹象。OK， 左边这个情况就是猛长痘，因为压力大、荷尔蒙失调，然后之后我就胡乱用药，那个时候皮肤因为受损，所以皮肤比较薄，所以就变成后面这一个灼伤了，对，灼伤，灼热感，对，然后它就有一点色素沉淀，现在还没有完全康复，不过已经是不错了。对，现在这样看，其实你不讲看不出来。是化了妆之后有遮起来。那 Benjamin 呢？近几年我就发现，如果是天气太过炎热，或者我压力大，甚至是脾气暴躁的时候，我的颈部跟我的胸前都会长出一些红斑，这个算已经是不错，有时候会很红。我跟你讲，根据我多年的经验，明显是 Love Bite。你这样猛吗？很猛的，没啦，我们认真问一下医生。对，我们先看一下小晴的照片，她左边的这个照片啊，我们可以看到她离子上啊、脸颊上有生很多痘痘。对，所以这些痘痘我这样看的话，很高机会这的确是玫瑰痤疮的问题。但是我们看一下右边的照片就不像了，右边的照片很高机会就是用了带有一些刺激物的一些产品，所以皮肤就会开始发炎啊、红肿，所以这个其实就是接触性皮炎。那 Benjamin 的情况呢？对，这个其实不是玫瑰痤疮的问题，这个是我们叫做荨麻疹的问题，俗称风沫。其实你看哦，如果说你不了解哦，你真的是不知道到底哪一种问题是玫瑰痤疮嘛哈。那今天我们有5张照片，到底哪一个是真正的玫瑰痤疮？只有一个对吗？只有一个是玫瑰痤疮。你就看他讲那个屏波，然后这样哈，这样，OK， 一片这样啊，对。Benjamin 呢？3号吧。3号啊，哇，这个很严重哈。那小晴过来人的话，我觉得1号因为像脸颊，然后有一点点红色，然后底层也是有一点点泛红。OK， 来，医生，请揭晓正确答案是几号？正确答案其实是5号。哇，真的耶！我们逐一的来讲好了。第一，其实是我们所谓了解的青春痘。有青春痘的人会发现到，比如说鼻子啊会容易生粉刺，油黑头、白头，而且皮肤都是会较偏油的一种皮质。OK。2号就是面部湿疹，英文名称是 facial eczema， 它的面积其实是根据皮肤哪里受刺激而发生的一些红肿，对，局部性。所以多数的人都是因为就是脸部涂了一些不太合适的产品啊，比如说有刺激性的，尤其是如果有敏感体质的人，会偏容易就是说在脸上有红斑。那么第3是脂硬性皮炎，它这种湿疹专门发生在我们皮肤分泌油比较多的地方，比如说我们的眉毛啊、我们的下巴啊，或者我们的鼻唇沟，有些人甚至在头皮上，那就变成有头皮屑的问题。OK。那4号这个是红斑狼疮，这个英文名是 lupus。lupus。所以红斑狼疮其实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它是一种自身免
免疫性疾病，病患者都会发现到自己的脸上和鼻子上有一个很像蝴蝶形状的一个红斑。不过他们同时间会有很多其他的症状，比如说发高烧啊、关节疼痛，甚至嘴巴生溃疡，人会觉得很疲倦，所以这是挺严重的问题。那第5种就是玫瑰痤疮了哈。对，玫瑰痤疮它有类似就是说青春痘的这些痘痘啊，不过这些痘痘通常会发生在脸部的中央、鼻子啊、脸颊上，它也是会有一些很像发红型，所以脸上会有一些红斑，甚至够严重的话会导致鼻子变得很肿大。OK， 我想问哈，它会叫玫瑰痤疮，是因为它像玫瑰，还是为什么有这个名字？它的名字其实源于拉丁语 rosa 的意思就是玫瑰，因为发现患者在他们脸上的这些红斑带着一点玫瑰色。颜色。对，但是同时间他们在脸上会生很多痤疮，也就是我们简称的青春痘，所以因而名字叫做玫瑰痤疮。OK， 所以大家现在有了初步的认识之后呢，我们要来一个进阶版，好好进入迷思环节。所以现在是你要考我啦。对，准备好了吗？来一道题啊！是玫瑰痤疮，大多数都是发生在年轻人的身上，真还是假？应该是吧。OK， 我答案是真。真假。你们看，我们今天就请年轻人。对，就是年轻人。这个是个哭了啦。应该问医生说红斑狼疮是年轻人会得到的状况吗？对，所以我就应该猜想这个玫瑰痤疮也是。对。我猜测是可能跟肤质啊，或者是跟年纪没关。遗传之类的会有关系。好，所以医生答案是真还是假？是真。他真。人群多为20到40岁，所以小孩子通常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来形成这个问题，而比较有年龄的人会发现到自己的脸部已经变得比较干燥了，所以他们并不那么容易有这个问题。好，耶！好，第2题来了哦，青春痘会演变成玫瑰痤疮，真还是假？哇，真的。因为以前我有长过青春痘，可是现在居然变成了玫瑰痤疮，我觉得有可能。我觉得应该是看你的痘痘是长在你的脸部的哪个部分。如果是整张脸的话，就是青春痘嘛，所以应该不可能会变成集中在你的脸部中间鼻子这一块部分吧。我是觉得青春痘应该不会演变，但是玫瑰痤疮可能会有青春痘。好像很有道理哦。来，请问医生，答案真还是假？正确答案是假。哇，幸运了哈！所以刚才李腾说的一切都是完全正确的。真的啊？对，青春痘不会演变为玫瑰痤疮，这是2个不同的皮肤问题。但是同一个患者可能会有青春痘与玫瑰痤疮的问题。对。好，来了，第3题哦。玫瑰痤疮是因为皮肤不干净，真的还是假的？我为我自己发声，假的。我觉得以我对小晴的认知，她应该是属于干净的啦。谢谢。所以应该不是皮肤不干净。同感，答案是假的。所以终于答对一题了。所以玫瑰痤疮与皮肤的干净度其实完全没有关系。根据科学研究，我们认为可能是由这个毛囊虫引起的。毛囊虫是？听起来就好像床上的那些螨虫，那是一样的东西吗？它们是不同类型的。OK， 床上的螨虫俗称尘螨。dust mite， 对，所以这个尘螨多数会使这些敏感体质者容易过敏、哮喘的问题啊、湿疹的问题，或者鼻炎这些问题。但是毛囊虫则生存在我们的毛囊里，是每个人都一定皮肤都会有毛囊虫吗？其实接近每个人都有这个毛囊虫，但是多数的人都不会对这些毛囊虫起怎样的反应。但是有些人的免疫系统过于活跃的话，他们为了就是抗这个毛囊虫，反而就是起到一种太激烈的一种免疫反应。之前医生有跟我说过，我的脸的生病的原因是因为我免疫力太强，然后他把我本来以为是安全的东西，变成是一个好像坏东西，然后一直 attack。所以为什么我们的毛囊里会有毛囊虫呢？因为我们的毛囊分泌的油脂是它们的食物来源。对，那这我洗脸怎么洗都还是对，因为你不管在洗脸的话，你的毛囊仍然还是会有一点点的皮脂。我用热水洗脸，它也会死的。你要用滚水，你要用100度，King 姐，你100度下去哦，一定干净，confirm的。最后一题了哈。最后一题了哈，玫瑰痤疮可以完全根治，
真还是假？我猜会不会根治是看个人，我感觉啦，所以我说是假。根据刚才医生所说的，通常上了年纪之后，这个玫瑰痤疮就会消失嘛。如果真的是有一个治疗方法的话，应该就是在年轻时候就已经治好了。他这个逻辑是很好的。我是觉得是假，是因为如果是免疫系统问题，那我觉得就很难根治了。来，医生，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是不是能够满分就靠你了？你们大家都答对了。可是不能完全根治。的确，它虽然不能完全消失，但是如果有通过就是有效的治疗方式，我们可以很大量的减少你所感觉到的症状。哦，对了。然后总结一下成绩，然后我跟 Ben 都是4分，满分。厉害！迫不及待要总结的吗？一定要啦，难得拿满分呢，真的。小晴居然只拿到2分呢，不错，有一半已经很好。欢迎林小燕医师加入我们的话题。那请问医生还有医师啊，对玫瑰痤疮有什么看法呢？所以西医把玫瑰痤疮分为4种不同的类型。第一种类型就是红斑毛细血管扩张型，简称为发红型。所以主要的表现是在于像左边的照片，脸上会开始发一点红肿啊，会有一些红斑。右边其实是在给你看这些扩张的微血管，多数的病人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症状，除了脸部会偏红一点。够严重的话，他们甚至会觉得有一点灼热的感觉，或者是瘙痒的感觉。治疗方式首先我们会建议就是说每天一定要涂防晒，一定要涂防晒。然后我们也可以开一些防红药膏，让血管就是说变得比较紧绷。那么至于这些扩张的血管，我们甚至可以用激光来治疗。要涂防晒啊，你有这个习惯吗？你知道我在家里不出门都会涂防晒，真的假的？这是一个很好的习惯。真的。OK， 我听说如果你看电视机，其实它的 blue ray 也会影响到你的皮肤的。看电视也要涂防晒油吗？电视机还有我们手机的蓝光，其实它蓝光不够强。其实我们最担心就是阳光，阳光的蓝光是最强的。所以你知道你少靠近那个什么阳光可乐这种，阳光很强的不要接近它。腾哥说的。OK， 那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西医嘛，那中医呢？在我们中医是以临床症状把玫瑰痤疮分为3个症型。那西医所说的发红型，在我们中医讲的就是肺胃热盛症。OK。对，那它的临床表现比较多的是在鼻尖看到暂时性时起时消的红斑。那这个红斑会因为天气寒凉，或者是吃了辛辣的食物，喝酒、情绪过度的亢奋，然后变得更加明显。在这个阶段，一般上我们是以中药的枇杷清肺饮加减这个处方为主。什么是清肺饮加减？枇杷清肺饮，它是一个中药的处方，所以我们会以这个处方为一个基本的治疗原则，在配合的药物上做一些加减。上下调的意思。对，就是比如说你有这个病症，我再加另外一个药；您没有这个病症，我就减一个药。那这样子对症治疗效果会更好。OK。我们第2类型的医学名称就是丘疹脓疱型，简称为痘痘型。这个痘痘型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在脸部中央容易生痘痘，甚至生脓疱的问题。所以我们的治疗方式则有点不同。我们是通过药膏敷在皮肤上，杀死这些毛囊虫。希望当这些毛囊虫比较少的时候，皮肤对这些毛囊虫的免疫反应就自然而然会少了一点。那么有些人的病症如果比较严重的话，他们会发现到纯粹用这个药膏没办法见效，那么他们就可能要换去吃口服的药了。口服的药我们通常喜欢用2种不同的药，第一种就是4环素，是一种抗生素，但是它在我们皮肤上的功能是为了消炎。那另一种口服药我们比较喜欢的用的就是维生素 A 酸。那么这维生素 A 酸就会让我们的皮肤不要那么油。我2种其实都吃过。我吃完那个维生素 A 酸之后，我有一个小小的副作用，我有一点点抑郁倾向，情绪很低落。然后我发现我停了之后，我完全没有事情。维生素 A 酸其实有1/1000的机会会导致一个人比较容易有忧郁症。1/1000你都中到了，你好幸运哦。所以的确是会有人有这些症状，所以我们通常开维生素 A 酸，我们也会问，就是说，请问一下，自从你服用这一个药物了过后，情绪如何？
对，痘痘型在我们中医就归类为热毒孕妇症。那这个比较多是建立在第一期的病情持续发展的时候，皮肤出现了痤疮样的丘疹，或者是有出现脓疱、毛细血管扩张，像红丝缠绕，然后局部的皮肤有可能会转化为紫褐色，然后有可能在这个阶段伴有一些的皮肤的一些的轻微的瘙痒。这个阶段我们还是一样会以中药处方为主，例如像黄连解毒汤加减。所以中医是觉得这个是第一期跟第二期，如果第一期没照顾好，它就会演变成第二期。是的，如果您的皮损在第一期早期及时治疗，其实皮疹是有治愈的一个可能性。第3个类型是鼻坠型，有鼻坠型的玫瑰痤疮患者，多数都是男性。一个人会发现他的鼻子逐渐的变得越来越大，这个是因为他们的鼻子的皮肤一直在发炎。当一个人的皮肤一直在发炎的时候，这会影响到他们的修复机制，这会导致皮肤上的胶原蛋白增生，鼻子的皮肤就会逐渐的变得更厚啊，变得更硬，久而久之就变得越来越大。肿大之后的话是不能回到原来的形状吗？其实西医的治疗方式是要不就用激光把多余的这个鼻皮给烧掉，不然就是用手术把它给割掉，把它修复，对，缩鼻术，那是整容的那个范围。对，是整容的范围了。鼻坠型在我们中医就归纳为气滞血瘀症，现在是比较少见的，因为大家都比较注重外在的一些表现，脸部的一些风吹草动，对，都会及早的治疗。但例如临床上我们看到这一组阶段的话，这一组症状还是尽量建议就是提早转介给西医，尽早治疗会比较好。西医的角度，我们有第4种，这第4种分为眼型，症状类似于红眼症，所以一个人会发现到他们的眼睛开始有一点异物感啊，还是会觉得就是说光敏，甚至觉得就是瘙痒啊，还是发红，但是皮肤完全没有事。他们可能脸上也是有其他的类型，但是未必就是说脸够严重了才会影响到眼睛。了解。但是够严重的时候，视线反而会变得模糊。如果是到了那种阶段的时候，我们会建议找眼科医生去治疗。太吓人了，蛮恐怖的。所以，医师趁现在，你觉得有没有什么食疗呢，能够让我们喝一喝啊，分享一下，让我们压压惊，真的很压力耶。没问题，待会就为大家准备午茶饮。好，准备好了这个午茶饮，那是不是因为就是有5种材料，所以叫午茶饮？对，非常正确。那第一个就是枇杷叶，它本身有清肺、止咳、降逆、止呕的作用。OK。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山栀子，它本身有泻火除烦、清利湿热、凉血解毒的功效。第3个是大家都普遍看过的菊花。对，那菊花有疏散风热、清热解毒、平抑肝阳、清肝明目的作用。那第4个就是赤芍，它本身有清热、凉血、散瘀止痛的作用。OK。最后一个叫连翘，它有清热解毒、消肿散结、疏散风热的功能。那我们把这5种药材用清水清洗，加入1公升的清水，然后大火煮开，转成小火10分钟，放温就可以喝了。好香哦！为什么是带甜呢？对，因为它里面的成分有一些成分，像例如菊花是有一点点甘甜。我想问一下，煲这种茶会预防这个玫瑰痤疮吗？如果你的病症是属于肺胃热盛症的，在皮肤疾病方面，只要是辨证为这个症型的，都可以选择这一款茶饮。对了，所以不局限于玫瑰痤疮，像这种不需要每天喝，所以1个礼拜大概2、3天，然后1天是1到2杯。它最主要的功效比较多是清泻积热、凉血解毒的功能。好好喝，刚喝下去的时候它是甜甜的，但是后面我觉得还有点涩涩的、干干的感觉，这其实蛮平均的味道。没有负担哦，你不会觉得你在喝药什么，你觉得喝一个花茶什么的，是非常好喝。好，我想要问一下医生，好像比如说玫瑰痤疮的患者啊，他们平时可以怎么样的照顾皮肤？首先，我们会建议他们就是一定要使用温和的清洁剂，避免过度的就清洗脸部。通常我们是建议每天使用2次的这个无皂清洁剂就已经足够了。无皂是什么意思？对，所以它是不会起泡的那种。OK 的清洁剂，我会建议就是说选择一些不含香料的产品啊，避免使用那一些含有酒精、樟脑、尿素或者这个薄荷醇等皮肤刺激物的产品。不要去用那些去角质的产品，因为那些产品其实会给我们的皮肤的表皮很大负担是吧？对了，刚刚你一直强调说有时候你要敷霜啦，是防晒啦。可是如果我们要敷药的话，所以我们洗了脸，我们要先敷药，
还是先涂那个护肤霜？我会建议你们先敷药，然后再敷护肤霜，但是最后一定要涂防晒，所以防晒是在最表面的。但你擦了药，你再擦不出来，这不是那药没有了吗？我也是这么想的。对啊，我是觉得这样。很老实讲，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分别。最重要就是防晒。最后，如果你有化妆的话，那你就先涂防晒了，再涂化妆品。有时候我化妆之前虽然有涂防晒啊，或者是已经化了妆，还是会觉得里面那个泛红的部分很明显。有什么方法可以改善这个问题呢？其实有些化妆品甚至是针对这个玫瑰痤疮的问题。哦，是哦。对，它是有一点绿调的化妆品，所以这个绿色敷在你的脸上，其实绿色跟红色会综合掉，它会变为肤色。那你就不用涂到特别厚的这个化妆品。我有看过啊，那个foundation是绿色的。是的，是的。对啊，我还想说这个是什么情况？那医师，你有没有一些可以自己在家里按摩的穴位？然后我就比较方便，我在的时候可以自己按摩。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保健的意识，但是问题是，一般上我们是尽量建议不要在局部做，特别是在脸部的时候。如果说你局部出现了痤疮，在那个穴位点上做挤压按摩，有可能会引发继发感染。那这样子你的皮肤状况会加重。那有什么样的穴位就是不要按在那个部位，而是按在别的部位，但是有帮助的呢？我们会建议自己在家里拍打肺经或者是胃经。哦，哪里呢？对，在哪里呢？是因为胃经是通调腑气，所以是帮助排便顺畅，让这个邪气可以出炉。哦，所以我今天如果便便不顺，也可以这样拍啊？可以，对，来，太好了，美容顺便太好了。是，那今天其实给大家演示的是肺经的一个穴位，它叫做尺泽穴。对，那它的功用本身是清泻肺热、降逆止咳，所以咳嗽还可以帮助啊？完全没问题，非常有效。哇，对，在我们的这边的走横纹中，这边会有一个鼓起来的一个对肱二头肌腱，对它的外侧这边有一个窝很明显哦，我们就用另外一只手这样子拍打，到它皮肤发红为止就可以了。左眼睛，对，拍右边，右边拍左边，红了。对，那个力度方面呢？只要你觉得是舒服的，不会太疼，也没有看到淤青就可以了。我们说要拍多久？一般上就是以皮肤发红为主，有些人例如可能需要拍到3分钟，有些人像可能小青这样3秒钟，对，3秒它就发红了。3分钟3秒，老皮嫩肉，不一样。好，那请问医生还有什么要帮我们补充的吗？脸部发红有很多不同的原因，所以我们会建议就是说所有的患者尽早就医，能得到正确的诊断，这样子我们才有办法正确的治疗。所以我们今天聊这么多，真的啊，如果说只是以为是脸红啊，还是青春痘发痒啊，其实它有可能是很严重的一个事情。是及时治疗呢，才可以继续拥有漂亮的脸蛋，让自己变得更有自信。是。最后再一次感谢瑞医生，谢谢。好，医疗大小事，一起长知识，下次见，拜拜。